加勒比海盗，49岁男演员夏威夷冲浪惨遭鲨鱼撕咬分食，尸体被发现时手脚尽湿，现场画面令人不寒而栗，粉丝集体哀悼。据《环球时报》报道，49岁的塔马约·佩里是土生土长的夏威夷人，他的面孔对许多观众来说并不陌生。他曾出演《加勒比海盗4》《惊涛怪浪》《迷失》《蓝色激情》《夏威夷特勤组》等多部重量级影视作品，在银幕上留下过令人印象深刻的身影。不过，对塔马约来说，演戏更多只是副业。如果他没有如此热爱冲浪，并致力于守护海洋中的生命，他或许早就能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为自己留下名字。但他的心始终属于大海，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夏威夷人。事实上，在踏入电影圈之前，他就早已声名在外，是一位极具实力的冲浪高手。他并不是只参加一些小型比赛，远不止如此。1999年，他赢得了管道大师赛冠军，在巴西职业冲浪赛中名列第5。他独特的管浪骑乘风格，甚至影响了后来的一代顶级冲浪运动员，包括杰瑞·洛佩兹、汤姆·卡罗尔这样的传奇人物。直到2024年6月23日之前，塔马约·佩里依然被公认为全球最优秀、最具成就的冲浪手之一。他不仅是竞技场上的强者，更是无数年轻冲浪者心中的榜样。然而，在家乡的岛屿上卸下光环的塔马约却过着极其朴素的生活。他是丈夫，是朋友，也是一名长期坚守在一线的海滩救生员。对他而言，救生员并不只是工作，而是一种责任。在他深爱的大海中，尽可能多地把人平安带回岸上。在电影《蓝色浪潮》的拍摄现场，他遇见了艾米莉亚。那部影片由凯特·波茨沃斯主演，而艾米莉亚本身就是一名职业趴板冲浪运动员。为了追逐浪尖与梦想，她只身来到夏威夷。命运的安排似乎再自然不过，两个在水中长大，把海洋视为生命一部分的人，很快被彼此吸引，毫无悬念，他们坠入了爱河。那是一种只有真正属于大海的人才能彼此理解的爱情。结婚22年来，艾米莉亚始终用一句话形容他们的婚姻，像一场持续了22年的假期。那并不是逃离现实的浪漫想象，而是一种建立在共同热爱之上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与海浪为伴，在阳光、盐味与风声中相互陪伴，激情与快乐从未被时间磨平，反而在岁月里沉淀成一种默契而稳定的幸福。在各自繁忙的工作之余，两人依旧坚持抽出时间为当地的孩子们开设冲浪课程。他们教的不只是如何站上冲浪板，更是如何理解海洋、敬畏自然，在危险来临之前学会判断与自保。对塔马约而言，把这些经验传递下去本身就是一种责任。作为一名资深救生员，塔马约的工作远不止于维持秩序，把违规游客赶离水面。他深度参与新救生员的训练，从体能到判断力，从应急反应到心理素质，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几十年来在海中积累的经验。同时，他也频繁参与公众安全教育，反复向游客和当地居民强调海滩规则、暗流风险以及与野生海洋生物保持距离的重要性，守护海洋中的生命，尊重那片给予他无数快乐与荣耀的大海，清理日益严重的海洋污染。这些始终是他所有公益行动的核心信念。正因如此，日产、可口可乐等国际品牌也被他身上那种毫不造作的真诚与感染力打动，主动资助他参与和发起的多项海滩安全与环保项目。但对塔马约来说，这些合作从来不是为了曝光或名声，而只是让他能多做一点正确的事。但在这些严肃而沉重的使命背后，塔马约本人却是一个轻松、洒脱、极富感染力的人。他爱开玩笑，爱大笑，喜欢用一句俏皮话化解紧张气氛。对身边的人来说，他就像海浪本身，强大却从不压迫。然而危险无处不在。那个星期天的清晨，塔马约像往常一样正在执勤。他天刚亮就出海巡查，目光始终在海面与浪线之间游走，留意是否有游泳者或冲浪者陷入危险。那天异常平静，风浪温和，海面看不出任何异样。尽管并非旅游旺季，但莫库阿岛又被称为山羊岛，通常任何时候都会有至少几名冲浪者下水。这里并不算热门景点，却因浪况稳定，环境相对安静，长期受到水上运动爱好者与职业选手的青睐。更重要的是，在那之前的数月里，夏威夷几乎没有出现过重大的鲨鱼目击报告，一切似乎都在安全范围之内。然而，塔马约仿佛拥有某种难以言喻的第六感。他在去世的前几天，于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令人不安的动态。他写道，自己能在水里闻到鲨鱼的气息，仿佛大海正在以一种人类难以察觉的方式向他传递某种隐秘而古老的信号。那条动态当时并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后来回看却像一道迟来的预兆。
中午时分，塔马约结束了值班工作，准备短暂休息。由于还有2个小时的空档，他决定就在自己整个上午巡查过的那片海域里，顺便下水冲几道浪。此时太阳高悬，浪况极佳，没有理由白白浪费这整整2个小时的完美浪管。当时与他共享这片浪区的，只有一对驾驶水上摩托的人，他们刻意待在浪后方，这样2名趴板冲浪者和3名冲浪手就能在浪峰最高处进行滑行，而不用担心与水上摩托相撞。也正因如此，这2名驾驶者拥有从外海一直看到沙滩的绝佳视野，也正是这个原因，塔马约才得以被发现，否则他的遗体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回到家人身边。他们看见塔马约入水，还特意停下来，目送他消失在第一道巨大涌浪之后。这2名驾驶者同样是夏威夷本地人，也早就听说过塔马约以及他漫长而辉煌的冲浪生涯，于是他们决定再给他几分钟热身时间，然后从浪的正面绕过去，好好欣赏他令人惊叹的管浪技术。任何了解塔马约的人都不会错过看他冲浪的机会，其中一人甚至看见他成功拿下了第2道浪、第3道浪。2人正准备在外海最后绕一圈，然后前往浪前方观看塔马约接下来的整组浪时，另一名驾驶者突然在第3道浪中发现了异常。塔马约消失的那片水域颜色骤然变成了触目惊心的红色，变化发生的极其突然。前一秒，深蓝色的夏威夷海水还一如往常，下一秒，海面上却迅速扩散开一片猩红，一具苍白的身影漂浮在水面上。就在他只给同伴看的瞬间，他们眼睁睁看着塔马约的身体被猛地拽入水中，消失在浪下，随后又短暂地浮了上来。而海水的颜色变得更加深暗，现实残酷而清晰。塔马约在浪中遭到了鲨鱼的袭击，鲨鱼试图撕咬、吞噬他。2人没有再多说一句话，立刻全速驾驶水上摩托冲向塔马约。引擎的轰鸣声在空气中炸响，又在浪壁中回荡，这无疑惊动了水下的捕食者。他们看到一道模糊的黑影就在水面下游动，但很快便潜入更深处，消失不见。那道影子距离塔马约仅有约 2.4 米，一切发生的太快了，他们甚至无法判断鲨鱼的种类或体型。在高度肾上腺素飙升的状态下，他们赶到塔马约身旁，从腋下将他拖上其中一辆水上摩托，载着他返回海滩的途中，身后拖出了一道鲜红的血痕。可海水很快吞噬了这些血迹。当他们把他拖上沙滩时，深蓝色的夏威夷海浪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清澈，仿佛这里从未发生过任何致命袭击。此时塔马约已经没有了呼吸，他身上的伤口清楚地表明，他在被拖回岸边的途中已经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尽管救援反应已经极其迅速，但他所遭受的创伤实在过于严重，几乎不可能在最初的咬击后存活下来。初次攻击似乎发生在他正骑着浪前行的瞬间，鲨鱼几乎在膝盖上方将他的左腿咬断，这无疑是致命的失血源头。股动脉已经被彻底撕碎，即便急救人员当时就在水中，也根本无法压住那条血管，因为在那片残破的伤口中已经没有任何完整的血管可供施救。随后那条捕食者再次折返，鲨鱼又在他的腰部狠狠撕下一大块肉，这正是水上摩托驾驶者所看到的景象。塔马约短暂地消失在水下，1-2秒后再次浮出水面。在等待救护车到来的过程中，那些目睹袭击的男子以及在意识到水中存在捕食者后立刻撤离的其他冲浪者拼尽所能试图施救。他们用毛巾和手边能找到的一切物品试图绑住他的腿，同时尽力将塔马约的内脏固定在腹腔内。情况远比想象中更惨烈，不仅是内脏从体内涌出，他还遭到严重穿刺，体液不断渗漏，与大量鲜血混合在一起。急救人员在几分钟内便赶到现场，速度之快甚至符合夏威夷以反应迅速著称的应急体系。然而此时的塔马约佩里，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冲浪者之一，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心中都留下了一道难以填补的巨大空缺。来自极限运动界的悼念与回应可以说是排山倒海，这并不令人意外。几乎每一位知名的冲浪者或踏板冲浪者都曾有机会认识并接触过生前的塔马约，他那迷人的个性深入人心，没有任何一个见过他的人能在离开时不被他深深打动。此刻整个夏威夷都沉浸在哀悼之中，群岛异常安静，沙滩上只有写着危险的警示旗在热带微风中沙沙作响，海边只剩游客还在走动，而当地居民则选择在接下来的1周里远离他们挚爱的海洋，等待葬礼举行。因为安葬塔马约并不像普通葬礼那样简单，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运动员正陆续飞抵夏威夷，绝大多数夏威夷本地人也将出席。
最终，人们决定将葬礼推迟1周举行，以便所有人到齐，并完成一系列复杂的安排，好让这位英雄获得一个真正配得上的告别。有一件事毋庸置疑，塔马约是一位传奇，而传奇终将被世人永远铭记。